张庆东是不是你杀的？是，可是我不是有意要害死他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贪钱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你要为你自己做过的事负责。我不要做了，放手！慧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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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妈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伤口还痛不痛？没事。你被刺中肝脏，情况虽然稳定，但医生说你本来就有肝功能下降的问题，现在你身体很弱，需要住院密切观察。幸好现在人没事，要不然……好啦，有什么话到外面再说，让女儿好好休息。是啊，我们先出去吧。丽琴啊，你留在这里照顾慧珊。你好好休息，妈明天再来看。好好休息啊。对不起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受伤。那天我看到你被刺伤的时候，我的头脑一片空白，我真的好担心，好担心我会失去你。我也怕。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永远留在我身边。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交给商业事务调查局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让 Wesley 的人发现。知道了。可是 ，boss， 你这样做等于跟 Wesley 翻脸，你自己也可能会被调查。我本来也想听新雅的话，放下仇恨。可是有些人就是不能姑息，就像张明德。如果我亲自去抓他，他就不会有机会伤害慧珊。那个张明德不但被警方通缉，我们的人也在到处找他。现在没人敢帮他偷渡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我们一定要在例行之前找到张明德。我不想再因为例行的心软而放过这个混蛋。女儿起来喝汤啦！你说你想每天喝不一样的汤，妈今天炖了黄芪乌鸡汤，给你补气保肝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起来喝汤啦！起来喝汤啦！慧珊，慧珊，女儿你醒醒啊！你不要吓妈妈！医生，医生，护士，医生，医生，护士，慧珊你醒醒！你确定那个人是张明德？在哪里见到他？红毛桥31街的咖啡店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是，原来是你啊！你要救救我啊！我之前就是因为心软，想帮你，才会让你有机会刺伤慧珊，你又多害了一个人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想要伤害他的。说这些已经没用了，跟我去自首。我不要做了，这次搞不好要死在牢里哦。我是你爸爸，你这样也不肯放过我吗？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你去自首还可以向法官求情判轻一点。我是在帮你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放过我好吗？你带我去哪里？你放过我！我的脚痛。张明德，张明德，不要跑！张明德，张明德，别跑！哎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就跳下去了。好啊，有种你就跳下去啊！不要！
恩师，难道你真那么忍心看你爸死在你面前吗？你们不要再逼他了，让我来劝他。到现在你还想护着他？恩师，我知道，我不是个好人，可是再怎么说，我是你的亲生爸爸，没有我就没有你呀。我苦了大半辈子，脚绝了，坐了10多年牢，我也没有多少年可以活下去，你就当可怜我，放我一条生路好不好？你不要相信他了，你想一想，我们妈妈的不幸，爸爸的死，惠山现在受伤，躺在医院，这些都是他造成的。他根本不配当你的父亲，你不要再包庇他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能什么都怪我。子云会离开，全都是张庆东的风流账，还有那2个女人，也是张庆东惹回来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认得你，是你找人来调查我，才回来新加坡的。是你自己欠了赌债，要跑路才回来的。如果不是你找人来试探我跟立新的关系，我怎么会回来呢？还有，是你要报复张庆东的，搞出那么多事情的是你啊！为什么到现在了，你还不知道悔改，还想要推卸责任？难道你真的要逼我跳下去吗？你不能放过我一条生路吗？我放你是害了你。我今天一定要把你交给警方。病人的肝脏受到感染，引发急性的肝脏衰竭。他已经陷入昏迷，除了进行肝脏移植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医生，我是他妈妈，让我来圈看。医生，帮我做检查，看我的肝脏适不适合。也帮我做检查。我也愿意做检查，多一个人多一个希望嘛。我们都是病人的亲属，愿意接受检测，捐肝给他。医生，马上帮我们做检测吧。我们会尽快安排你们做检测。李行啊，你身体不舒服就不要下床了。就是啊，你要去哪里？如果不是验血的话，大家都不知道你得了骨痛热症。我想去看看惠山，虽然他现在还在昏迷，但我想陪陪他，跟他讲讲话。医生，你说谁的肝脏比较适合，还是没有人适合？是不是报告出来了？我替你们做了血液检验和其他的检测，结果显示，只有张立行先生的肝脏适合捐给陈慧珊小姐。太好了，可不可以马上动手术？可是你患的骨痛热症，现在体内的血小板量低于正常，不适合动手术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会密切留意张先生体内的血小板浓度，只要恢复正常指数，
我们会安排进行肝脏移植手术，同时我们也会留意是否有适合的肝脏出现。但是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陈小姐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能不能等到手术那天，还是个未知数。东哥，你一定要保佑慧珊，保佑她没事。她还这么年轻，你千万不要带她走，是我这个做妈妈的不好，东哥，你千万不要带她走，是我不好。不要这么悲观啊！来，起来。听我说，慧珊是个好女孩，她会很坚强的，她一定会熬过来的。谢谢你，我以前对你做那么多不好的事，你还那么关心我女儿，还愿意捐肝给她。慧珊是东哥的女儿，也就是我的女儿，我当然不希望她有事啊。谢谢你，薇兰，谢谢你。对不起，那年是我造的谣，害你和东哥分手。虽然是你造的谣，可是也要东哥相信才行啊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当时东哥的反应会这么大？现在我才知道，是因为紫云姐和张明德的事，才让他变得这么猜疑，那么的敏感。可是，还有陷害你儿子，还有小雪。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啊，我们都不要再提了。我原谅你。我相信东哥呢，也希望我们全家人可以开开心心在一起。他会保佑慧珊的。梦和醒那个比着，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牺牲，对错。医生，慧珊的情况怎么样啊？她的昏迷指数又下降了。那你赶快安排我们动手术吧。你的血小板量虽然增加了，可是还比正常的低了一点，动手术的风险还是很高的。慧珊的情况越来越糟，不能再等了。你要考虑清楚，这个手术对你、对病人来说，风险都很高。你们两个都有生命的危险的。我很壮，我撑得住。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让我救她，我一定要救她。立行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想得很清楚，我愿意承担所有风险。好吧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立行，谢谢你。学会牺牲，对错却没有追问，以为该发生，慧珊，你不能有事。你答应过我，要永远留在我身边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肝脏移植手术很成功，陈小姐的情况稳定。不过，张先生因为失血过多，现在处于昏迷状态，他的情况严重吗？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啊？还无法确定。我们会密切留意张先生的情况。谢谢你。立行，立行应该只是暂时昏迷，为了慧珊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
外婆，我终于明白新雅说的话，就是因为我放不下，才会间接害死心灵，还让爸爸带着遗憾离开。如果不是我去调查张明德，把他逼得无路可走，惠山也不会受伤，厉行也不会为了救惠山，现在昏迷不醒。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如果我不回来报仇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嗨，我刚从外国回来，想起很久没有来看外婆了，所以就来了。谢谢你。一晴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为了向我报复而一直错下去。什么意思啊？梁永强被人打成重伤，现在变成疯子。新雅的妹妹死了，新雅也离开我了，这一切还不够吗？仇恨只会让一个人的心变得更丑陋。我不希望你跟我一样，为了报仇，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变成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人。你回来了，怎么不跟我说？我可以去接你嘞。想干什么？干嘛带着一把刀？防身喽。要找人谈判还是要去砍人啊？没有啦。不要骗我了啊！我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。哎呀，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了。邱伟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。心灵走了，我真的不想也失去你啊。我就是为了心灵。我查到了，那一次根本不是一场意外，是一个叫 Wesley 的有钱人想要对付俊峰，谁知道却害死了心灵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和那个混蛋律师一早就知道，可是却不跟我说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不想你们再报仇，这样害来害去有什么意义啊？所以，也是这个有钱人找人开车撞你们。要是我一早就知道把他干掉的话，心灵就不会死啦。俊峰就是知道 Wesley 要害我，才会去威胁他，要揭开他的丑事。Wesley 不满被俊峰威胁，才会反过来对付他的。你们这样害来害去，伤害只会越来越大。我砍过人，坐过牢，我本来就烂命一条啊！
那个混蛋害死心灵，我一定要报仇！秋颖，秋颖，梁永强被人打到重伤进医院，是不是你找人做的？之前军峰说有人对付江心雅，也是你找人做的。那次高楼抛物，也是你。是李俊峰逼我的。你是我的宝贝女儿，我不能容许别人这样伤害你。我一定要让李俊峰得到教训。李俊峰为了那个女人离开我，我不甘心，我想报仇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的。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不关你的事。如果要承担法律责任，我会找人来承担，不用你担心。依晴，你听爹你说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不想听了。爹，你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？你不要再解释了。依晴，爸！啊！快跑！依晴，站起来！爸！好了，不要伤害我女儿。你想要钱，我给你钱。你们就是有钱人，你们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可以收买人命啊！爸！我求你放过我女儿，秋颖，刘哥，秋颖，你不要乱来，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，千万不要乱来啊！李俊峰，你没种，你不敢替心灵报仇，那就由我来。是我叫他收手的。Wesley 本来想对付俊峰，却害死了心灵。就算你杀了他女儿，心灵不可能复活的。秋颖，你放开他吧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坐牢被判死刑啊！喂，你想怎样？放手！不然我就对他不利。阿狗，你不要乱来啊！我们是来帮你的。秋颖，你放开一起，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放开他，不然我杀了他！你放开心雅，放开他！住手！住手！我不想任何人受到伤害啊！我不管，我一定为心灵报仇！住手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既然所有事都因我而起，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。俊峰，依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信仰，是我害死心灵的，对不起。俊峰以为没事呢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如果我不回来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依婷啊，对方不爱他，假装不了我割的伤，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。假装。
俊峰，俊峰，你醒了。心雅，你已经昏迷了3天，心雅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照顾你。你醒来之后，他过来惠山的病房通知我，交代完之后他就离开了。立新和惠山怎么样了？惠山的情况很良好，但是立新到现在都还没醒过来。依晴和秋莹怎么样了？秋莹因为伤人被抓了，还有那个 Wesley 因为涉嫌教唆杀人被警方调查。俊峰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当年是我不对，我太自私了，一心想抓住你爸爸的心，想一个人拥有他，所以我对不起。过去的不要再提了。如果要算，我欠你跟惠山的也不少。当初我就是放不下，觉得一定要讨回一切，结果失去的更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能够原谅我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就到商业事务局自首，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，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小时候，你为了救我，结果听觉受损。现在你又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又救了我一次。立新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我还要当你的新娘子。留下了指纹。你说的抹不掉，只怪爱情太狠。有些人要当新娘子，说了就不能反悔。我在你的世界留下了心疼，生怕被你看见，所以藏得很深。用奋不顾身走每段旅程，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见未必真，时间会走着，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牺牲，对错却没有追问，以为该
发生，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。木真长得很像我，他长大以后一定会唱歌跳舞加 rap。宝贝啊，当了爸爸之后还像小孩子一样。大家吃饭吧，来吃饭啦！来吃饭。Cheers！ 欢迎你回来，谢谢。子琪啊，休息几天后就回来紫园上班了。我可以回来吗？当然，爸这么重视子源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好好的守护他。好的，我一定会努力做的。不要只是说说，要真的做到。知道了。慧珊，昨天你去探望你妈，她还好吗？整个人平静许多。再多2个月，阿姨就可以出狱了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家就办喜事喽。喜事？什么喜事啊？他们俩的婚礼啊。哎呦，结婚了，太棒了，恭喜你啊，姐！谢谢。哎呀，恭喜你，立行哥！哎，对了，我应该叫你立行哥呢，还是应该叫你姐夫呢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姐夫，姐夫。要是你们的爸看到我们一家人现在开开心心在一起啊，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。好啦，开动吧。要吃吗？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。恭喜你们，谢谢。谢谢你出席我们的婚礼。你们亲自发请帖给我，当然要来祝福你们啦。你接手我们的合资项目之后，进行最初的概念，兴建医疗综合大厦，完成了我爸的心愿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其实这个项目也是我爸用手段从你们手中抢过来的。我这样子做算是物归原主吧，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会让更多人受惠。慧珊啊，你的小学同学来了，赶快去招呼他们。待会再聊。失陪了。哎。最近还好吗？我听说了，Uncle 被控教唆伤人，可能会被判刑。是我爸做错了，无论法官要怎么判，我们也只能接受。那 The Grand 以后要靠你了。我会交给专业的管理人打理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当室内设计师，而且以后我会 base in New York。对不起。不要再说对不起了。爱跟恨一样，都要放下，不然到最后伤了别人，也伤了自己。快去追吧！星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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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你来了，也不过来跟我说句话？你真的想永远都不要见到我吗？
我很喜欢现在平静的生活。你之前劝我放下仇恨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过去，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呢？我从来没有怪你，只是每一次我看到你，我就想到孙宁是怎么死的。我知道你需要时间，我可以等你的。不用等我了，我已经决定离开新加坡。我可以等你，不管等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去追求你要的幸福，我祝福你。假装不了你不爱他，假装不了我割得下，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。假装不了你不爱他，你要是能快乐的话，寂寞我会想。我来帮你。天气很热，我去拿水给你喝。不用了，要啦，我自己也渴嘛。这些都是我们紫园园艺设计的作品。这幅得奖的秘密花园是我太太设计的。现在的人因为工作忙碌，没时间享受大自然，所以我就把户外的大自然搬进室内。这个设计照顾到视觉、触觉、听觉、嗅觉。我们可以看到和触摸到不同颜色的植物，听到流水声，闻到泥土的芳香。这会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小天地，充满了生机，舒适又宁静，可以使身心完全的放松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农家娱乐配套，除了包括住宿之外，你们还可以乘到免费巴士，然后去附近农场参观。我们这里有菜园、渔场，还有自然保护区，可以进行很多不同的活动，也很适合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大自然的生活。你们看起来应该是夫妻吧？我们就是在这里认识的，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是 Made in 紫园。这些都是属于石斛兰，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和颜色。因为石斛兰有喜庆和吉祥的含义，最适合在新年期间摆放的，代表着对未来的期待和祝福。有没有黄色的？爸爸最喜欢黄色了。有啊，当然有啊，啊，就在那边。邱英，还习惯这里的工作吗？像我们这些坐过牢的，有工作做就已经偷笑了。况且哦，对着这些花花草草，我心情都变好了。好好做。谢谢张先生，这些年来捐助的慈善基金帮助了许多病人。不用客气，院长，你不用送了。好。欣雅。好吗？好啊！我一听说你回来医院工作，就马上过来找你。这3年你到底去了哪里？我去了澳大利亚的私人医院工作。你呀，都不说一声，说走就走。听说你刚从日本回来，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好了，我的工作完成了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你说错？干嘛？又打情骂俏啊？工作啊。怎么样，二位，一起吃个饭吧？才不要！你们2个刚度蜜月回来，那么恩爱，才不要当电灯泡呢。你们去吃吧，我们改天再约。拜拜。吃啊。
哇，好香哦你，真可爱。嗯。哭了，妈咪抱。妈咪抱。嗨，你和 Dr. Ho 很相配。你是说我和 Dr. Ho？他一定对你很好。我看见你脸上的笑容，就好像当初我认识你的时候那么灿烂。我也要恭喜你，你太太好漂亮。还有你宝宝应该差不多1岁了吧？你是说你刚才在医院看见 Amanda？ 她不是我太太，她是我的朋友。我碰巧在医院遇见她。原来我们都误会了。可是刚才我明明听见有人叫你 Mrs. Ho。他是在叫我旁边的那位正牌 Mrs. Ho。我2个月前才刚从澳大利亚回来。信雅，回到我身边吧。奋不顾身走每段旅程，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见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牺牲，对错却没有追问，以为该发生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，才肯承认。发现回到我身边吧。我有事先走了。等等，江欣雅小姐，我有一份薪水高、工作环境好、老板像你老公一样对你好的绝世好工作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呢？是你让我学会去相信，最简单的反而最刻骨铭心。爱不是迁就。